为了小伙伴们更加便捷的查询参考，我们对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后台数据做了改版。以后你只要看到我们出了某款机型以测评为名称的视频，例如三星 S8 测评，你只需要在微信公众号后台直接回复机型名称三星 S8，即可查看更加全面的数据。不光有实拍样张对比，还有性能跑分、发热续航等等众多实测数据。以后你买机或者给别人做参考，只要我们出了测评视频，你都可以随时在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查看。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做你的实时测评数据助手，免费的，赶紧上车。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小白测评，我是王炯。今天这一期视频有点不一样啊，首先就是时长上啊，这个经常看我们的视频的小伙伴都知道，基本上各大手机厂商出的新机呢，我们都会第一时间上手，重点机型呢，我们还会有全面的测评。但是 HTC 的手机呢，我们确实很少测。很多人呢最近都对 HTC 的手机感兴趣，因为近期发布的手机呢，尤其是从 U11 开始啊，都还不错，口碑上。今天我们就借到了一台 HTC 的最新旗舰 U11 Plus， 这一期就跟大家聊聊这款手机怎么样，还有最主要的就是聊聊 HTC 的手机现状到底怎么样。U11 Plus 采用的也是目前最主流的18:9的屏幕，6寸的显示屏，2880×1440属于 2K 加的分辨率啊，没有采用各大旗舰都在使用的 OLED 材质。最大的原因呢，估计就是之前跟三星的过节了。U11 Plus 自称是全屏，但是在正面看起来真的是丝毫全屏的意思都没有啊！下巴和额头以及两边的边框都非常宽，跟其他品牌的全屏手机比起来，差别还是非常大的。你甚至一拿上手就不觉得这是全屏的手机。U11 Plus 的背面还是挺漂亮的，官方宣称是 3D 水样玻璃设计 ，U11 上的那个经典设计，其实就是一个4曲面的玻璃。如果要是别的颜色，比如说咱们之前 U11 上手的那个蓝色就还不错，但是在黑色上呢，并不太能感觉出来。摸起来呢非常光滑，但是比较容易留下指纹。在天线条的布局上呢比较奇怪，上下左右并没有对称，而且左边的2条天线条的宽度还不一样，不知道这处女座怎么看啊？指纹识别模块设计了背面，但是凹陷呢不够明显，好在手指能够轻松够到，解锁时呢不需要变换手势。整机的做工呢还是非常扎实的，基本上一看呢就是旗舰机型，但是真的是一点亮点都没有，尤其是在18:9这种全屏手机感的营造上。硬件配置方面不用说了，肯定是835加上6G 的内存，闪存速度读取600多兆每秒，写入呢是100多兆每秒，速度呢虽然不是最顶级，但也属于旗舰那一波了。在我们的20款2轮应用打开测试中呢，平均耗时145秒，这个成绩呢与华为的 Mate 10 Pro 成绩相当，排名呢比较靠前了。相机方面 ，U11 Plus 搭载的仅仅是单摄，像素为1200万，支持 OIS 的光学防抖，光圈 f1.7。作为曾经最早推出双摄的手机品牌，却在如今双摄普及的大潮中回归了单摄，让人有点无法理解。U11 Plus 的拍照实力呢，在 DxO 的排名中还是比较靠前的。下面我们就简单的拍几组样张来对比一下。这一组整体来看 ，iPhone 10的表现最好 ，U11 Plus 的曝光与白平衡表现与另外两者差不多。远处墙上的字 ，Note 8和 iPhone 10呢都出现了模糊 ，U11 Plus 与 Mate 10 Pro 呢表现出了不错的解析力。这组树叶的颜色，4者都出现了比较大的差异 ，U11 Plus 的树叶呢有些过曝 ，Note 8最为鲜艳 ，iPhone 10的整体曝光呢比较充足，各家风格都不同，就看大家喜欢哪家的了。这组逆光的场景 ，Note 8与 iPhone 10画面整体最亮这个 Mate 10 Pro 呢有些欠曝。U11 Plus 介于三者中间，天空 iPhone 10拍出来一些夕阳的感觉，放大到暗处的细节 Note 8最为模糊 U11 Plus 的清晰度甚至还要更高一些，跟这些当红的旗舰相比并没有落于下风，说明拍照实力确实还是挺强的。但是也是因为后置单摄并没有人像虚化模式，可玩性上呢要低了一些。系统方面，这次也是要重点跟大家聊的，也是很多人都关心的，现在 HTC 的系统到底怎么样？使用了这么长时间，包括了之前的 U11 啊，我个人的感觉就是，这是我唯一一个不推荐 HTC 手机的唯一理由了。这个系统确实问题比较多，系统呢可以说是一个手机的灵魂，直接决定了最基础的用户体验。HTC 搭载的也是基于最新安卓 8.0 定制的这个 Sense UI 的 9.0.1。根据我这些天的使用来看，系统的功能丰富性上还可以，但是稳定性和美观上确实差点意思，感觉好像很久没有更新了。而且系统的操作逻辑呢有明显的问题，这套系统在这几个方面的体验呢已经明显落后于国内厂商了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当一个空屏中没有应用的时候，空屏并不会自动删除，需要你到编辑页面里手动删除但是长按也只是屏幕设置，双指捏合才是屏幕编辑，然后再删除才行。一般人新上手确实容易搞晕。U11 Plus 呢有2种桌面可以选择，一看就比较老派一种是正常的滑动式桌面，另外一种就是原生安卓的2级菜单了。但是问题来了，当你从2级菜单模式
切换到正常的一层滑动菜单时，应用顺序全都被打乱了，竟然不能记忆之前的软件排列。当时发生的时候，让我为这个系统深深的感到了绝望啊，真是。另外，滑到负1屏的 Darkline 也不会消失，就这么突兀的显示在负1屏上。整个系统使用下来，感觉就像一个半成品就像是硬件工程师开发出来，这个软件工程师呢没有怎么调教，也很缺乏从使用者的角度来思考，感觉像是3年没更新的意思。在系统方面确实感觉落后不少。说了不好呢，咱们来说说 OK 的。HTC 最近的旗舰上一个最大的特色功能就是边缘的压力触控，这个是别家都没有的。你只需要握住手机，用力挤压一下手机两侧，就像捏矿泉水瓶那样，就可以打开事先设定好的应用，比如说手电筒啊、相机等等，可以根据利器的大小呢调整按压的触发力度，一共有10级压力感应。在熄屏的时候也可以按压。这个功能虽说使用率不高，但是确实非常方便的将几个操作步骤简化为一步。比如说晚上我要打开手电筒的时候，无需再解锁找到应用再打开，只需要用力一握就可以了，非常自然，无论是熄屏还是亮屏都可以。这个功能呢，其实在全屏下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解决方案。全屏下大家都在减少按键啊，甚至不知道把一些按键放在哪里，有了两侧的压力感应，不失为一种良策。HTC 手机另外一大特色就是 Bose Sound 的扬声器了，这也是 HTC 几代以来延续的传统。实际听感确实不错，声音浑厚，音量最大呢也没有破音，和 iPhone 10基本一致，属于优等货。U11 Plus 的电池容量3930毫安时差不多是4000毫安时的电池了。在我的日常使用中的耗电还是比较快的，基本上是早上9点出门，晚上9点就没电了。在我们的3小时重度续航测试中，一共耗电40%，属于中等偏上的水平。充电方面支持 QC 3.0 的标准，实测充满电需要1小时54分钟，这个时间是比较长的了，在我们的充电数据库中排名比较靠后了。当然它电池也是4000毫安时的电池。另外 U11 Plus 支持IP68 级别的防水防尘，这也是顶尖的了，也是目前旗舰机的标配，关键的时候真能救你手机的命。简单总结一下 HTC 的这款旗舰 U11 Plus 一上手给人的感觉还是不错的，外观 ID 方面是挺平庸吧，也没有发挥出来全屏的感觉但是也挑不出来什么太大毛病。但是用了几天之后，这个系统的不人性化以及一些逻辑问题确实能给你带来不小的困扰，尤其是你之前用惯了各种各样功能、各种各样优化的国产系统之后。好在相机的拍照实力呢还是比较强的，基本上呢在第一梯队，而且独创的边框压力触控呢也是比较实用。综合体验下来呢，这款手机就是偏科非常严重感觉就像是一个理科生啊。希望系统 UI 部门呢这几年拉下来的赶紧补回来，如果系统跟上了，再搭上这套硬件相信 HTC 还是有一些拥趸的，感觉它应该和魅族结合一下啊。我个人再多说两句 ，HTC 在几年前呢，确实真的是非常巅峰啊！这个老粉丝呢，大家应该都知道 HTC 当年的地位，基本上是与三星平起平坐，甚至要超过它的。但是时势的变迁和公司战略的调整让 HTC 的手机变成了现在这副模样，确实让很多老 HTC 的粉丝不知道说什么为好。前几天的报道中呢，我看到现在还有近2000人在服务 HTC 的手机业务，但是起码在这套系统 UI 下，我真的没感觉到。希望 HTC 真的还想要手机这块业务的话，那就老老实实的再出一款拳头级的旗舰。OK， 这期视频比较简短，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了。其中提到的数据库呢，我们再重点说一下。我们的数据库呢，已经更新到了 2.0 的版本，大家在我们的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底栏里边就可以找到我们的数据库2017年的基本上所有的旗舰或者说一些热门机型，全部都有非常详细的数据，可以供你免费随时查看。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做你的实时选机数据助手，免费的。赶紧上车！除了视频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每晚呢还会跟大家语音聊科技啊，每晚9点我在那儿等你，推送科技圈最新的当天资讯。OK， 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小白 MTX， 有什么建议质疑提问的直接评论或者是私信就可以了。不客观真体验，小白测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Champion standing in the Hall of Fame. Yeah, yeah.